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魏撞山红度都引爆全网，颜值封神却现事业争议。南京那场迪奥线下活动，光是现场画面就已经先炸了一轮。雨水还没停，邓魏一出场就把氛围直接点燃。撞色造型本来挺挑人，偏偏他撑得又松弛又稳。最离谱的是，那套粉系搭红内搭的效果，居然把搞笑、既视感和高级感同时拎起来，讨论度自然一秒拉满。红色肚兜同款这类梗更是越转越离谱，话题在各个平台刷到停不下来。有人拿红孩当比喻，也有人直接按配色开脑洞，番茄炒蛋色调的联想被反复提起。可你细看又会觉得，普通人驾驭不了的撞色，他穿上偏偏就不违和。冷白皮相自带柔光滤镜，骨相撑着，前次发型把精气神也立起来，整个人的潮男气场稳稳落地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贵气不靠摆架子，清冷长相配上软糯的穿搭风格，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矛盾美，看着疏离，靠近又让人觉得温柔。活动现场的应援也很有分寸，大批粉丝通宵排队，跨城赶来，却一路安静有序。邓魏注意到场外状态时，会直接贴心叮嘱大家去吃饭、去休息，那种随口的关照感，再加上亲昵称呼，真的很容易让路人路转粉。而且你会发现，粉丝群体并没有因为暂时没新剧就松动，活粉还是在，应援热度也在，号召力更是肉眼可见。再把视角拉回他的资源，他拿着迪奥全球美妆大使这类头衔，时尚端的镜头表现力和同龄艺人相比确实更靠前。品牌那边看消费数据也很现实，粉丝购买力稳定，线下活动能带动门店客流与销量，这种能变现的影响力才是高奢合作愿意持续投的原因。可热度背后也确实有一些外界看得到的现实压力，影视这块节奏明显放缓了，爆红之后的新作衔接出现断层，甚至还存在杀青积压难以快速上线的情况。古装赛道整体也在缩水，优质大制作剧本越来越少，市场风向变了，古偶不再那么吃香。邓魏自己又偏爱更严格的选戏标准，不想接粗制滥造的快餐项目，所以空白档期拉长，团队路线相对保守，综艺常驻很少，曝光缺口就会被放大。放在同梯队对比里，问题就更明显了。很多流量艺人是一年能稳定进组，持续输出1到2部作品，而邓魏要达到行业基础产出标准确实没那么容易。长期荧幕空白确实会慢慢稀释路人的记忆点，娱乐圈更新迭代太快，新人层出不穷，观众的耐心也不可能无限期。对外合作上，他倾向于一番大男主，二番的常规邀约多数回绝，再加上市场里优质大男主竞争激烈，制作班底门槛高，他能选择的范围自然更小。至于那种角色高光但番位不占优势的群像大女主项目，可能就会因为设定和位置的问题而错过。不过，争议里也藏着他路线可调的空间，与其被单一古装戏路卡住上限，不如多尝试现代都市、现实主义题材，把表演边界往外挪一挪。与此同时，把拍戏节奏和作品质量做平衡，别让空档期持续拉长。再借助时尚资源的联动优势，把主流制作团队的合作链条打通。说白了，粉丝也看得很清楚，大家更在意他的底线何出，心不接烂剧，不敷衍观众，才是能走长线的根基。颜值可以给热度加速，但真正能留住人的，还是走心的作品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你更倾向于演员把一番底线守得死一点，等真正对位的大男主，还是愿意为了发展灵活接下优质二番，把曝光和作品厚度一起补上？
邓卫现在的选择，算不算是在一手好牌上慢慢搁置？欢迎你在评论区聊聊看法，点赞也别忘了。